小唐的算盘。小唐和玉秀的师徒关系到底是附带的，主要还是朋友。小唐已经开始把玉秀往自己的家里带了。小唐的家在国营米厂的附近，走到国营米厂的院后，玉秀终于看到了机房上面的那个铁皮烟囱了。原来每天夜里蒸汽机的响声就是从这个烟囱里传出来的。烟囱里喷出一口烟，蒸汽机就通的一声。进了家，小唐格外热情了，领着玉秀四处看。小唐特地把玉秀带进了卧室，着重介绍了红灯牌晶体管收音机、蝴蝶牌缝纫机和35牌闹钟，都是紧俏的上海名牌。这几样东西是殷实人家的标志，也许还是地位的象征。玉秀不识货，不懂这些，小唐又不好挑明了什么，有了对牛弹琴的感觉。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小唐的热情。小唐一般是不和玉秀在堂屋里坐着说话的，而是在卧室，两个人坐在床沿上，小声地扯一些闲淡。玉秀也感觉出来了，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发展得相当快，已经不像一般的朋友了，有了忘年交的意思。小唐连自己男人的坏话和自家儿子的坏话都在玉秀的面前说了。玉秀当然是懂的，这样的时候并没有顺着小唐，反而替小唐的男人和小唐的儿子辩解，说了几句好话。小唐很高兴了，极其懊恼地叹息：唉，你可不知道他们其实都是扯不上边的，玉秀都没有见过他们的面。这一天下午，玉秀终于在小唐的家里见到小唐的儿子了。玉秀吃了一惊，小唐的儿子居然是一个大小伙了，高出玉秀一个头，很硕健，却有一种与体魄不相称的腼腆。小唐老是在玉秀的面前小伟小伟的，玉秀还以为小伟是个中学生呢，人家已经是国营米厂的工人了，还是基干民兵呢。小唐把高伟叫到玉秀的面前，很上规矩地说：这就是玉秀。玉秀注意到小唐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完全不再是机关里的小唐，而是很讲家道、很有威严的。小唐随即换回来的口气对玉秀说：这就是我那呆儿子。小唐这种口吻上的变化让玉秀有点别扭，就好像玉秀真的和他一个辈分，成了高伟的长辈了。玉秀一阵慌，总算是处乱不惊，说：阿姨，你瞎说什么？人家哪里呆？小唐接过玉秀的话，对高伟说：小伟，人家玉秀替你说过不少好话呢。不说还好，小唐这么一说，玉秀真的是无地自容了。高伟显然很害怕女孩子，局促得很，脸都憋红了，又不敢走。而玉秀的脸也红了。玉秀低下头，心里想：小唐在家里肯定不是机关里的样子，肯定是大事小事都不松手，说一不二的。儿子都被他管教成这种样子了。小唐的这一点给了玉秀完全崭新的印象。小唐虽说行事机敏，不落痕迹，不过玉秀还是看出来了，小唐有撮合自己和高伟的意思。玉秀还在那里自作聪明，想偷偷地学小唐的算盘手艺。其实小唐的网张得更大，已经把玉秀一股脑都兜进去了。从一开始便钻进套子的就不是小唐，而是玉秀自己。玉秀想，到底是镇上的人呐，高伟的模样还是说得过去的，关键是人家是工人，能和高伟那样的小伙子撮合，玉秀其实是求之不得的。当然了，自己也是配得上的。然而玉秀自己知道，自己毕竟被男人睡过了，有了最致命的短处。小唐阿姨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，万一将来知道了，退了亲，那个脸就丢大了。这么一想，玉秀突然便是一阵心寒。玉秀想，自己也这个岁数了，
难免会有人替你张罗婚姻方面的事，还麻烦了。玉秀不免有些恐慌，一下子恍惚了。玉秀一夜都没有睡好，夜深人静了，断桥镇的夜间静得像一口很深的井，真的是深不见底。这一来，国营米厂蒸汽机的声音突出出来了。蒸汽机不像柴油机，响声并不连贯，而是像锤子，中间有短暂的间隙，通的一下，又通的一下。玉秀平时蛮喜欢这个声音的，因为隔得比较远，并不闹人，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反而是个伴，有了催眠的功效，让人睡得更安稳更踏实。可是这一夜不一样了，蒸汽机的声音一直在他的耳边捶他的耳朵。玉秀想，还是把自己的实情全都告诉小唐吧，要不然掖掖藏藏的，哪一天才是尽头？转一想，玉秀便骂自己250了。一旦说出去，他什么都完了，事情黄了不说，还白白的送给别人一个把柄，不能够那样。这方面的苦头，玉秀在王家庄算是领教了。再说了，小唐阿姨只是这个意思，人家并没有把话挑明了，你吼巴巴的发什么骚？一起床，玉秀就倦怠得很，拿定了主意，以后不打算再到会计室去了。玉秀想了想，这样也不妥当，还是要去。人家小唐只是流露了这个意思，并没有正式给自己提出来，自己先扭捏起来，反而说明自己都知道了，不等于不打自招了，那样不好。一旦把事情推到明处，反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更加难办了。还是装糊涂吧。玉秀想，就凭自己现在的状况，哪里还敢有那样的心？配不上的。被人嚼过的甘蔗，谁还再愿意嚼第二遍？直到这个时候，玉秀才算是对自己有了最为清醒的认识。作为一个女孩子，自己已经很不值钱了。这个无情的事实比自作自荐还让玉秀难过。玉秀对自己绝望了，这份凄楚可以说欲哭无泪。玉秀一侧脑袋，对自己说：不要想他了吧，